没想到44岁的我居然是许家的真千金，可还没等我问清楚当初为什么会成为孤儿，亲爸居然去世了。妈，你刚被许家找回，外公又去世了，我担心许家那个假千金会为难你，不如让我跟你一起去吧。妈，我们也跟着一起去吧。对啊。老大，你下午还有合作要谈，这答应好人家的事情啊，不要随便放人家鸽子。你可是国际知名的金牌律师，你可是国际知名的金牌律师，你可是地产界大鳄，你可是17岁就攻克世界难题的科研天才。所有的一切当然都是以工作为主了。哎呀，妈，你每次都这么说，我这耳朵都快听出来茧子了。好了，妈知道分寸。何况我也没打算跟他争夺家产，他应该不会为难我。妈，今天的300万已经打到你的卡上了，你有任何需要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好，行了，你们都去忙吧。啊，本来答应回许家就是想要得到一个答案，虽然人已经去世了，但我还是想来看看他，至少送送他。妈，等许家的真千金回来，我们岂不是要把许家的家产拱手让人了？慌什么？一哥已经请了国际上知名的金牌律师谢寻帮咱们打官司，他一个半路杀出来的，不足为惧。谢寻，就是那个从业以来无一败绩的谢寻。那我们继承遗产可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听说谢律师很重孝的，刚好趁着你外公这次葬礼，咱们把他邀请过来，给他演一出孝子贤孙的大戏。到时候在他面前再好好哭诉哭诉，相信他会更加尽心的帮我们打理关系。放心吧，妈，我早就约了谢律师今天下午面谈，到时候我一定把他邀请过来。那妈，我先过去了。那个冒出来的女人那边，你能应付得来吗？放心吧，哥，我和妈会让他知道，人最好不要觊觎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你就是谢晕。从前的我幻想过很多次和您的见面，唯独没想过是以这样的方式。果然还得是亲生的才能捧骨回合，感情我这些年为老头擦屎擦尿都是放屁。难道不是因为你女儿非要在爸头七当天结婚，你是怕晦气才不敢碰？你老东西活着的时候没有见你尽口孝道，现在他死了，你却想带3个废物儿子来分他一杯羹，你可真是不要脸呐！你非要在爸墓前跟我吵，电话里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家产我1分不要，这点钱还看不上，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你要是真的不在乎，就应该在老头联系你的时候不回来。好歹我也是你的长辈，你的教养呢？你一个穷酸鬼也配？我不想跟你们吵。妈呢？今天爸下葬，妈怎么没来？爸的离世对妈的打击太大了，妈在家休息呢。幸亏一大早把老太婆给关起来，正是争夺遗产的关键时刻。万一老头真留下了什么遗嘱，我们的努力就都白费了。千万不能让他们见面。阿尊，是妈妈。哪里来的疯婆子？赶紧走！走！燕青，走啊！走啊！言青，我爸的名字。燕青，等一下！他是不是妈？
你胡说什么呢？妈在家里好好待着呢，怎么可能会是这疯婆子呢？可是我刚才好像听见她喊爸的名字，肯定是你听错了。行了，妈在家里好好待着，咱们早点办完葬礼，早点回去，家里还有一堆亲戚等着呢。小琴，赶紧把这个疯婆子带走，别让她毁了你外公的葬礼。走！当年既然狠心把我丢弃，为什么要在临死前把我找回来？爸，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查清楚当年被丢弃的真相。这个刚刚认识的照片能有什么感情？装模作样的给谁看呢？妈，这就是眼睛的亲闺女，这就是眼睛的亲闺女啊，跟眼睛的气质挺像啊。是啊，以前呢我就觉得美玲的脾气啊不太像你们两口子，没想到她居然不是亲生的。就是可惜了眼睛，刚找到自己的闺女，这还没来得及见上一面，怎么就去世了呢？哎呀呀呀呀！妈呢？妈呢？妈不想见你，有什么事儿跟我说也一样的。你好像很害怕我见到妈，难不成你是怕我发现什么？爷，怎么了？我害怕什么？我有什么好害怕的？我看你就是想污蔑我，好趁机霸占全部的家产。我从来没有要跟你争家产的意思，我只想见见妈，问问她当年我走失的真相。骗鬼呢！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就是想让妈愧疚，想让妈心软，把你留在老宅，浑身上下透露着一股穷酸样。哎，身边连个男人依靠都没有，也不知道在外面搞了多少个男人，才生了3个没有出息的野种。不像我的一双儿女，儿子是星辰地产的高层，女儿是科研天才，建研的研究生，可不是什么野种能够比得上的，也难怪你惦记我们许家的家产。徐美玲，你说我可以，但你不能说我儿子。这许家的家产里里外外加起来都超不过500万，还没有我儿子1天的花销多。这许家我也根本就没想住，我忍你这么久不是因为我怕你，我是不想把爸的葬礼搞得乌烟瘴气，让他走得不安生。妈到底在哪儿？见完她我就走。大呼小叫什么？这里可是老娘的地盘，今天我把话就放在这，你休想见得老太婆。好，非要耍无赖是吧？那我们就法庭上见，到时候你就跟我的律师谈吧。你恐怕还不知道帮我们打官司的律师是谁吧？国际上大名鼎鼎的金牌律师谢寻。谢律师从业以来可是毫无败绩，你觉得你请来的律师有胜算吗？你说什么？谢寻是你们的代理律师？害怕了。我儿子正在去见谢律师的路上，识相的话就给我快点滚，别觊觎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该滚的是你们，谢寻是我儿子。什么？你唬谁呢？妈，看他笃定的样子，不像是说谎。难道他真的是谢律师的妈？怎么可能呢？他那样下贱的东西，生出来的野种，哪有什么出息呢？一定是诈我的。妈，可不是去见谢律师了吗？你打个电话问我不就知道了？
这次还得仰仗谢律师的帮忙了。实在是那个冒牌货太欺负人了，为了一点钱就把我外公给逼死了。如果你所说情况属实，我会为你讨回公道的。您放心，等回到家我就把整理好的资料发给您。等到了家里，我们好好演上一出孝子贤孙的大戏，我就不信你会拒绝。谢律师，我接个电话。喂，儿子，谢律师答应了吗？儿子办事你放心，我已经跟谢律师谈好了，现在就带他回老宅。怎么样了妈？哥说什么呀？谢律师，咱们出发吧。差点被你唬住了，谢寻真是你的儿子，又怎么可能答应做我们的代理律师呢？我没有说谎，谢寻是我儿子，这中间一定有什么误会。那你倒是拿出证据来呀！手机里有一张我们的全家福，这可以证明我的身份了吧？谁知道这照片是不是你 P 上去的？你没事吗？没事吗？没事吗？多少年都没见。女儿，我饿。女儿，我饿。哥哥，你叫我什么？宝贝，别怕，妈妈在。宝贝，别怕，妈妈在。我不是让你看着他的吗？谁知道这个死老太婆趁我不注意跑出来了。这不是弟妹吗？怎么弄得这么狼狈啊？哎呦，把老人虐待成这样，真是造孽呀！难怪这么多年从来没见公岁出过门，原来是你这个黑心的虐待他。徐美玲，我爸妈养了你这么多年，你就是这么汇报他们的吗？妈得了疯病，我是怕她影响爸的葬礼，我才把她关起来的。赶紧走。老太婆不能走，老太婆不能走。徐美玲，你究竟想要怎样？你想带走老太婆干什么？是想以此为借口剥这些家产是吗？对，我是许家的亲生女儿，许家的财产我一分都不让。好啊，既然这样，你跟死老太婆谁都别想走了。敢跟我作对，你别想好过。我现在就给我儿子打电话，我是不会放过你们的。死到临头了，你还在装？放开我！放开我！徐美玲，你究竟要干什么？干什么？虽然有谢律师，我们不担心会败诉，但是能避免的麻烦还是要避免。如果你愿意签下这份自愿放弃遗产协议书，我就放你离开。休想！我
我是不会把爸妈的钱留给你这样的人的。你的嘴可真够硬，那我倒要看看，是你的嘴硬，还是我的手段硬。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妈的电话怎么还是打不通？该不会真出什么事儿了吧？谢律师，前面就是我家了。这不是今天跟妈来的那个村子附近吗？不会这么巧吧？不要打我女儿！徐美玲，你不要太过分了，你这样是违法的。你敢报警吗？我们家大柱在道上可是有身份的，你要是敢报警，我可保证不了他会做出什么事情。你不知廉耻，你可是结过婚的人呀！我的家事还轮不到你操心。今天的事情，你们要是敢泄露出去半个字，我保证让你们家宅不宁。算算时间，谢律师应该马上就到，我不想在这儿跟你浪费时间，赶紧把协议书签了，我就让你走。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谢许是我的儿子，你们敢这么对我，他知道了是不会放过你们的。敬酒不吃吃罚酒，那我就打到你服软为止。老东西，亲生的就是不一样。我为你蹲屎蹲尿这么多年，结果还是抵不过血缘。我求求你，不要打我女儿了！我求求你，不要打我女儿了！求求你，妈，不要求他，你不要求他！许明，你会遭报应的。既然你不服软，那我就只能换个办法。小琪，去厨房给我拿一根烧红的墨棍棍。徐美玲，你到底要干什么？他可是养了你40多年。我没空看你们母女情深的戏码。我给你3秒钟时间，在造起协议书上签字。3、2、1。我签。早这样不就好了吗？非要早。但我有一个条件，放我妈一起走。你没资格跟我们谈条件。坏人！该死的老太婆！住手！你们刚刚在干什么？这位就是谢律师吧？真是一表人才。该死的老太婆！让
谢律师看的都完了，快把他们两个抓玻璃去！那个逼死我爸的女生刚才来闹了一通，让您见笑了。他又来了，他到底要干什么呀？非要逼死我们才甘心吗？哥，你不知道那个女人趁着你不在，非要逼着我们把许家所有的钱都交出来，还要把我们赶出去。我们就这一个家，被赶出去，我们要住哪儿啊？你们就任由他撒泼，也不反抗。那个女人带了自己的3个儿子来闹事儿，凶神恶煞的，我们母女俩根本不敢反抗。带了3个儿子，难道是我想多了？这简直是欺人太甚呀！早知道他们会来闹，我就不该出去。谢律师，你可一定要替我们做主啊！谢律师，我不想跟他争什么，但是他逼死了我爸，还毁了我爸的葬礼，让我爸走得不安生，这触碰了我的底线。我一定不会把爸妈留的钱给他，我就是捐出去，我也不会给他的。是这样吗？大伯，今天的事情真是让你们受惊了。你说你们这么大年纪了，万一出了什么事情，你们家的小孙子该怎么办呢？小玲说的是，既然你们有事要忙，那我们就不留下来添乱了。他们在逃避，这其中肯定有问题。许家刚去世的外公好像也姓许，难道谢律师怎么了？告诉我，那个女人在哪？他刚打了我妈，他被追责就跑了。打了老太太？他的性格真够狠的，虽然从小没有在我爸妈身边长大，但是这毕竟血浓于水，怎么能对自己的长辈动手呢？妈，她就是一个破烂的贱女人，为了钱什么都做得出来。妈平时那么温柔的一个人，就算知道自己是被恶意丢弃的，也不可能对老人动手。难道妈真的不在这儿？谢律师，谢律师，到底是不是妈？看一眼资料就知道了。成了。什么声音？啊，应该是我妈，她刚晕了过去，这会儿醒来，一时无法接受自己的亲生女儿对自己动手。小琴，你快去帮帮你张叔叔，安抚下你外婆。哦，好。既然这样，我进去看看老人的伤势，顺便做个笔录，以便在法庭上可以作为一份有力的证据。放下。你好像很怕我进屋啊。贱人，要是敢坏了我们的好事，我就杀了你！不是谢律师，我是不想让我妈知道我打官司的事情。她本来身体就不好，再在她面前提起这样的事情，我怕她承受不住的。是啊，谢律师，自从我外公去世，我外婆精神就不好，不请您进去也是怕我外婆不清醒的情况下伤害到您啊。看来妈说我职业病严重，还真不是瞎说。也对，哪会有这么巧合的巧合？如果真是我妈，许家又怎么敢找我当代理律师？这不合理。
他们应该跟谢律师谈的差不多了，我出去看看，把他们两个看好了，千万不能让谢律师见到他。电子版资料发我一份，我回去核实。谢律师，这张银行卡里有20万，小小心意，那请您笑纳。等核实完资料再说吧。您说的是，那谢律师，我送您回去。这为什么会追啊？行了，连个女人都看不住。妈，谢律师走了，要不要把这个女人给丢出去？他已经知道我们虐待老太婆，放他离开的话，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妈，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除掉他。还有这个老不死的，虽然他现在神志不清，但他毕竟看见我们拿老头氧气管的画面，只有死人才不会泄露秘密。况且到时候他无法到场，法院判决我们的胜算会更大。既然这样，我现在就联系我妈，让她把这两个贱人拉走，扔进河里。你先回去吧，有什么事我随时联系。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怎么还是一直打不通？这个时间，葬礼应该结束了。该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小叶，妈回家了吗？没有啊，大哥，是妈出什么事儿了吗？老二刚出国探校，老三的实验也正在关键阶段，还是先不要让他们担心了。兴许妈只是有什么事情耽搁了。啊，妈这边的事情有我在，你放心吧。晚上我和妈一起回去吃饭。妈也不打算要许家的财产，应该不会和他们起冲突。出村的路就这一条，我就在这儿等麻烦。把他们母女俩丢进河里喂鱼。放心吧，我保证办得妥妥的。闺女，妈最近手头有点紧，你能不能再孝敬妈点零花钱呀？我不是才给过你钱吗？你又去赌了？最后一次。好闺女，妈就知道，当年我帮你把谢英的小电梯子卖了，是最正确的选择。你也别怪我心狠，要怪就怪你非要答应那老东西回来许家跟我争家产。我也是好心，让你一家人早日在地下团聚。今天是个好日子啊哟嗨，看这打扮，肯定是个有钱人。随便我一把，给我下一场的赌资了。
老人家，你怎么了？哎呦，哎呦，小伙子，我有心脏病，你突然站在路中间，把我吓到了。你得赔钱。你是专门来碰瓷儿的吧？什么碰瓷儿？你可别乱说。我看你这打扮也不像没钱的人。今天你给我100万，这事儿就算了。100万？你这是敲诈，你知道吗？我管你什么敲诈不敲诈的，今天你不给钱就走不了。我警告你赶紧放手，否则我报警了。报警？你报啊！在我们这种小地方，一没有监控，二没有目击证人，我看你怎么狡辩。我提醒你，我是一名律师，你现在的所作所为是在犯法，立刻停下你的行为，我可以不追究你的责任，否则我让你付出代价。你吓唬谁呢？还让我付出代价？你不给钱是吧？行，大家都来看看呀！这大律师要逼死我这老太婆呀！放了我这老太婆，还想逃跑？大家都来评评理呀！这还有没有王法了？你这是诽谤！诽谤？我都敲诈了，还管什么诽谤不诽谤啊？我说你撞了我，就是撞了我，你到底给不给钱？哎呀，大家都来评评理啊，都来看看呐！别再传过来，我不吃这套。是老大，我和妈有救了。哎呀，送我看走了眼，看你穿点人模狗样，没想到是个抠里巴嗦的铁公鸡。今天你必须给我拿出来100万，否则就别想走。车上装的是什么？没什么呀，就是一些杂物。杂物？哎呀，怪我看走了一眼，没想到讹了个穷鬼。钱我不要了，你赶快走吧。明明是一个很贪婪的人，一提到车上的东西，居然直接放弃了100万，这里面一定有问题。别着急啊，我刚刚深刻反思了一下自己的错，我觉得我们可以好好谈谈赔偿。我已经没事了，你又不是故意的，你们这些小年轻也挺不容易的，就别浪费那个钱了啊！这可不行，如果你就这么走了，万一出了什么事儿，我不成了肇事逃逸了吗？我说你这人是不是有病啊？我都说了不追究你的责任了，你还要非上杆子赔钱，赶紧走啊！不然的话，我报警把你抓起来。车上装的到底是什么，可以让一个这么贪婪的人就此放弃即将到手的100万？车上装的到底是什么？杂物。杂物？杂物自己会动，老实交代。不说是吧？那我就自己看。你有什么资格翻我的东西啊？谁可以证明我私自翻你东西？这里又没有摄像头，也没有人证，还是你自己说的。是年猪，这不是自家养的猪得病了，为了防止不传染其他的猪，所以才把它拉出去处理的。只是这样，你那么紧张干什么？是不是害怕这猪的病传染给你了？你们这些小年轻，那可是国家的栋梁，可不能因为这些阿杂东西病倒。是吗？是啊。小伙子，我真不要你赔钱了，你赶紧把钥匙给我吧，我还着急处理这些年猪呢。真不用我赔钱了？你赶紧走吧。
你这个没良心的狗杂种，你凭什么掀我的车布？只不过是3只染了病的猪，值得你这么紧张？不知道的还以为这里面装的是人。你乱说什么你？我给你2个选择：第一，你打开麻袋让我检查；第二，现在我就报警，让警察来，你自己选。我都说了是猪，你还不信？等一下，放一头病猪进去，以防万一。还是我闺女有先见之明。这病猪有什么好看的？这小心呐，回家染上病。你知道我是名律师，这次你讹诈我就算了，要是再让我发现你干违法乱纪的事，我一定不会放过你。净耽误时间，老娘处理完这病猪，还着急赶场子呢。难道真是我想多了？妈到底在哪？这个小贱人，差点害我暴露。就算是那个小杂种发现麻袋里装的是人，又能怎么样？你以为他会帮你吗？他也怕惹祸上身。要怪只能怪你自己。当初我明明把你卖了那么远，你为什么还能回来？王哥，你看这个孩子能换多少肚子啊？我给你20万。王哥，我保证这个孩子不会给你添任何麻烦。你看这20万是不是少了点啊？行了，我还不知道呢。我不管你这孩子怎么来的，30多1分。好，乖一点，别醒着逃。已经把你卖给我了。原来我真的不是被爸妈抛弃的，而是被拐卖的。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妈怎么一直不接电话？不会真出什么事了吧？不行，还是赶紧通知家里的2个，让他们一起找。你别拦着我！我还就不信那徐美玲还真的一手遮天了，敢光明正大的帮人！我就不相信那徐美玲还真是一手遮天的，敢光明正大的帮人！你刚才说谁帮了谁？你就是徐美玲他们一家请来打官司的大律师，你可不能帮他，他们一家都是丧良心。这个你放心，在没有完全了解案件之前，我不会轻易揭开这个案子。那就好，那就好。刚才你说徐女士一家丧良心，难道你知道什么隐情吗？啊，对，徐美玲帮了胡翠他们娘俩，我得赶快去报警，再晚点他们娘俩可就危险了。当家的你可不能去，万一让徐美玲知道了，是你去报的警，那肯定会报复我们的。他要做什么，就朝我这帮老骨头来。小云这孩子才刚找回来，在外面不知道受了多少委屈。燕青走了，我这做大哥的不能让他的女儿受苦啊！等等，你刚刚说被绑的女儿叫什么？哎，等等，许家刚找回来的女儿叫什么？小英啊，谢英。
小英被绑之前一直念叨着，朱美玲一家请的大律师是自己的儿子，难不成？好啊，小英有个好儿子，叶青也能放心了。你也别怪我心狠，你要是乖乖在外面不回来，也不会有那么多事儿。这说到底还怪你自己，惦记那不属于你的东西。呸！别唧唧歪歪的了，早点上路，说不定还能跟你那死鬼爸团聚呢。住手！住手！妈，儿子，快去看看你外婆！哎，你干什么？光天化日之下对一个老太婆动粗，还有没有王法了你？跪下！妈！没事，他只是晕倒了。妈，你醒醒妈！没事了。你外婆怎么样了？妈，你放心，外婆吃了药已经睡着了。哎，妈，我要去看看你外婆。我陪你一起。妈，我再不敢多吃了，别赶我走，别赶我走，别赶我走，赶我走。这永远都是你的家，不会赶你走的。妈，快吃吧。徐美玲，我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我现在就去找他们算账。老大，我们现在还没有徐美玲虐待老人的实质性证据，你贸然找过去，只会打草惊蛇。徐美玲的亲生母亲李红花，你是怎么处理的？以拐卖和谋杀的罪名送进去了。这件事情先不要放出风声，毕竟徐美玲在你外公外婆身边生活了这么多年，必须打她一个措手不及，这样明天赢的概率才会大一些。你外公外婆的积蓄，可是一分都不会留给徐美玲他们一家。妈，你都转一天了，坐下来歇歇吧。啊，天都黑成这样了，他怎么还不回来呢？别担心妈，我外婆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刚给了她一笔钱，她肯定又出去赌。妈这胸口一直跳。小东，你确定谢律师明天会帮我们打赢官司吗？你就放心吧，妈，谢律师明天一定会到的。但愿明天开庭一切顺利。
我还有点事处理，你先带着外婆进去吧。走吧，妈。你们居然没事儿？怎么，你很失望？我妈呢？我外婆肯定见势不对，提前跑了。要是真被抓，我们就不会安然站在这里。放心吧，妈。就算你还活着又怎么样？你们根本影响不了今天的判决结果。是吗？那就拭目以待吧。他不会真的演后杀？妈，他就是虚张声势。你看他身边连个律师都没有，他就是知道胜利没有希望了，所以直接摆烂了。谁说我没有律师？我儿子谢寻就是我的代理律师。我儿子谢寻就是我的代理律师。都到法院门口了，还这么嘴硬？我昨天刚跟谢律师交涉过。再说，像你们这种穷鬼，怎么可能请得动谢律师？既然是一家人，那谢律师怎么没跟你们一起来呀？他有事情要忙，在开庭之前会赶过来。编得还挺像样，不就是看谢律师不在我们身边才敢胡乱吹嘘吗？随便你怎么想，今天我就把话放这儿。这场官司我赢定了。这疯病，怕不会有遗传吧？跟这死老太婆一个德行，都开始做梦了。妈，幸亏你不是亲生的。别以为你现在把这死老太婆带在身边就有胜算。这么多年陪在这老东西身边的人是我，稍微懂点法的都知道，就算没有谢律师，我们也会有很大概率会胜利。再加上谢律师，那更是万无一失。没事的啊。徐美玲，你妈为了钱把我卖到赌场，你为了霸占许家的家产，不惜想要杀害我们一家，你们一定会遭报应的。虽然我现在没有足够的证据把你送进去，但凡事必留痕，你的狐狸尾巴总有露出来的时候。没有证据就是诽谤，况且许家的钱本应该就是我的。妈，别跟他们废话了，咱们赶紧进去吧，别耽误了开庭时间。走吧，妈，走。走。原告和被告，你们双方的律师都没到吗？法官大人，我的代理律师马上就到。小东，谢律师怎么还没有到呢？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哦，真搞不明白，你非要带着这个老拖油瓶干什么？徐美玲，你有关心我的功夫，不如好好想想怎么在短时间内重新找一个代理律师吧，要不然一会儿开庭的时候连个律师都没有，多难看呀！你回了，谢律师回了。马上到。贱人，谢律师马上就到了。不管你请的律师是谁，这两个老东西的钱，我要定了。肃静。你是哪方的代理律师？我是被告方谢银代理律师谢军。
可能？谢律师，您是不是搞错了？我们是原告。妈。妈，谢律师，你在开什么玩笑？像她这种没什么文化还一身穷酸气的老女人，怎么可能是你这种高智商天才律师的母亲？恶意诋毁和污损我母亲的形象，我有权利追究你的法律责任。不可能啊！这个贱人的底细我查得一清二楚，他的3个废物儿子上不得台面，你怎么可能是他的儿子？是不是搞错了？我还不至于傻到连我自己的母亲我都认不出。你耍我吗？我可没有耍你，从一开始我就没有收取你们的代理律师费用，自始至终都是你们自行脑补，一厢情愿。你坐定，原告，你们的代理律师什么时候到？你还联系了其他律师吗？我以为找个大律师一切就稳了，没想到。不行，徐美玲，徐家的1分1毫我都不会留给你。妈！法官大人，我们这边出现点小意外，这场官司由我来辩护。全体起立！现在宣判，根据双方证据，徐美玲存在苛责老人的情况，但念及陪伴了当事人40几年的情谊考量，老人的建筑房屋归徐美玲所有，而老人名下所有存款全部归血缘关系的直系亲属谢英所有。必条。妈！贱人，都是你，是你抢了我的家产！贱人，你怎么不死在外面呢？你死在外面，徐家的一切就是我的了！站住！放开我！放开！妈，对不起，外婆的老宅没能拿回来。他陪在你外公和外婆身边那么多年，这是事实，怎么能怪你呢？况且你已经把外公和外婆的全部存款都赢了回来，不是吗？妈还得谢谢你呢。艾孙儿，优秀。挨钱打的，我的500万呢？我什么都没了。没有这些钱，小梦是不可能嫁给我的。妈，你快想想办法呀！我不想住在那个屋顶漏水、墙壁都脱掉的老房子了。你快，我能有什么办法？我这辈子是遭了什么孽呀？辛辛苦苦一辈子，到最后什么都没有捞着，还要养着你们2个这不争气的废物！你说什么？2000万？是的，徐先生，您没有听错。根据您的宅子面积以及地理位置等各种因素的分析，如果您愿意，我们可以补偿给您2000万现金以及3套大平层。说了什么2000万？小美，你快打我一下！这不太好吧，哥？快！真的不是在做梦，我们家真的要发达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内部消息，星辰地产看上了我们老宅子那块区域，拆迁款2000万，外加3套大平层。我们要发达了吗？原本以为我们什么都没有了，
没想到我们就是有钱人了，真是苍天有眼呀！许家那仨瓜俩枣的存款，新人想要就让他拿去吧，我们只会得到更多的。他们为什么这么高兴？按照徐美玲贪婪的性子，怎么可能只因为得到一个老宅这么满足？难道老宅有秘密？妈，是我疏忽了，我再去调查。小徐，不要什么事情都往自己身上揽。你爸爸走得早，你承担起一切，妈妈可以理解。但是现在弟弟们都长大了，不要给自己加压这么多。弟弟们都有能力可以帮你的，啊！大哥，妈在许家受欺负，这么大的事情，你应该早点告诉我们两个的。是啊，大哥，我们也是妈的儿子，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啊。小徐，学会依赖，学会休息，好不好？好。但是老宅的事儿呢？放心交给我和二哥，我们一定会把老宅给外婆抢回来的。哎，你小子不是一直忙国外的项目吗？怎么突然回来了？星辰看上几块地，想做旅游开发，他们拿不定主意，等我回来拍板。医生，我妈怎么样啊？令堂应该是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综合症，虽然目前无法治愈，但是家属多给些陪伴，多去一些熟悉的地方，可以适当的减轻她的症状。可是她一看到枕头就会害怕躲起来，这是什么原因啊？这我就不清楚了，可能跟老人过去的一些记忆有关吧，但是跟阿尔兹海默综合症关系应该不大。谢谢医生。大夫，这多点陪伴可以，但至于这熟悉的地方，哎，老三，要不咱们给徐美玲一家一笔钱，把老宅买下来？可是大哥不是已经去搜集许家定罪的证据了吗？要不再等等吧。徐美玲既然敢这么大胆，把我和你外婆往河里扔，就说明她一定有倚仗。还是你外婆的病要紧。真是太便宜他们了！许家敢这么欺负外婆跟妈，等老宅拿回来，我一定不会让他们好过。这件事情还是让你二哥去办吧。好。谢总，这些是董事会经过商讨筛选出来的旅游项目开发选址地，请您过目。放这儿吧。喂，二哥。好，我知道了。外婆的老宅是不是也在许家村啊？对啊，真是便宜这个恶心的一家人了。上次妈说，许家的儿子是星辰的高层啊？是吧？可是我记得你当时不是说，星辰的高层没有这号人物吗？高层没有，不代表整个星辰。什么？没什么。老宅事情你先不用管了，我自有安排。至于许家为什么输了官司还亢奋的原因，也不用查了，自有安排，一切交给我。以为选址会在许家村，想拿到大笔拆迁款，有意思啊！放出消息说，谢总有意将开发项目选在许家村。
你二哥怎么说？二哥说老宅的事先缓缓，他自有安排。老二有分寸就好。放心吧，妈。二哥虽然小时候损了点，但现在成熟了，不会再干出带着校长捉奸年级主任的事儿了。妈，许家敢这么欺负你跟外婆，二哥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他们的。确定了，谢总已经拍板了，旅游项目开发就定在咱们许家村。如果是这样，许家那点存款和这2000万比根本就不值一提。太好了，我上次看上的新款爱马仕包包终于可以拿下了。妈，这件事你没有跟村里人提过吧？哪能啊！你妈呀，虽然没怎么读过书，但是这闷声发大财的理我还是懂的。妈，现在村里空房多，年轻人赚到钱了也不愿意回来，不如我们趁着这个消息还没有公开的时候，先把周围几个房子低价买下来。对呀，这样到时候我们岂不是可以得到更多的钱？可是这消息毕竟还没有公示，万一最后这边要是不拆迁的话，咱们最后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吗？妈，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等消息公示了，那一切都晚了。是啊，妈，哥可是星辰地产的高层，消息肯定不会有的。是啊，可是……哎呀，妈，别可是了，难道你甘心错过这个机会吗？这挣的钱可是几辈子都数不过来的数啊！这是咱们家的所有家庭，小东，你拿去疏通关系，尽可能的买下多的库房。放心吧，妈。妈，听话，咱好歹吃一口啊。贤妻，你说什么？贤妻。原来妈是想爸了。妈，你乖乖的把饭吃了，吃完我就带你去找爸，好不好？放心吧，这次去许家，我特意带了2个保镖。况且你外婆确实有一些东西没有收拾，这次去一并带回来。走吧，妈，来，慢点啊。你们来干什么？妈还有一些东西落在这儿。上次是你命的，这次你还敢来？你还以为我会像上次一样毫无准备吗？我警告你，别乱来！法院已经把老宅判给我了，现在这里是我的家。放心，老宅我一定会收回去的。但不是以这种不入流的方式。你装什么呢？不就是拿到了许家的存款，硬气起来吗？有什么好得意的？不就是500万吗？真是没见过世。小晴，妈，不用那么小心。从无败绩的谢律师都没有帮他从咱们手里抢走老宅，还有谁能从咱们手里抢走老宅的归属权呢？也对啊，不妨告诉你，老宅要拆迁了，2000万外加3套大平层，许家那点家庭我根本就看不上眼。怪不得他们只得了一间老宅也那么兴奋，原来是这样。哇，3套
房子呢，那到时候妈一套，我一套，还有一套呢，就留给哥娶嫂子用。听说有一套房靠近海边，到时候建一个无边泳池。你妈一把年纪了，是该享受生活了。泳池哎，那到时候我陪妈一起住，空闲的时候游泳，想想就开心。老宅价值那么高，徐美玲更不会把它卖掉了。那妈的病怎么办？听你哥说过2天要跟那个房地产大佬商谈一下细则。小琪，到时候你去打扮漂亮一点，万一被大佬看上的话，就可以实现阶级跨越，带妈住更大更好的房子。哎呀，妈！那个大佬叫谢晨，千万别记错名字了。谢晨，我二儿子。对了，妈让你给那个导师送的礼物，他收了吗？收了。我进实验室的事情应该是稳啦。听说谢岩也是一表人才，年纪和你相仿，要是能够得到他的青睐也不错啊。说起来，咱们家好像最近遇到的贵人都姓谢，连你的导师也姓谢，看来确实和这个姓氏有缘呐。找我大儿子跟我打官司，二儿子给你拆迁款，三儿子给你女儿当导师，可不就是有缘吗？我的一生儿女就是有本事，不像有些人有一个律师儿子又能怎么样呢？还不是一样的劳碌命。劳碌命。爸的遗物都在这儿了，我们走吧。把这些晦气的东西清走也好，省得我去扔了。没事的啊。喂，老二，你到底在搞什么？你公司项目的拆迁点定在了老宅这件事，你到底知不知道啊？妈，你别管了，我有分寸。鱼上钩了。妈，刚才谢晨亲自给我打电话，说今天下午就可以去签合同了，我们要发达啦！太好了，我早就答应我的小姐妹带她们去我的新房看看，就约她们。我进实验室的学术论文也着落了，而且我还答应了小王，我们的婚礼要在巴厘岛举行，到时候我再给他100万彩礼，他一定会对我死心塌地的。我们找谢晨谢总，先登记约吧。谢总很忙，不是什么人想见就能见的。我儿子可是新城地产的高层，你敢用这种态度对我，小心我让他把你给开了。星辰高层我们都认识，请问您儿子是哪位啊？许东许总，就是我儿子。不好意思，我们高层没有一个是姓许的。妈，这件事我回去再和你解释。哎，谢总。哎呀，我们是来给你们签约那个合同的，拆迁房置换你们的2000万，外加3套大平层。另外，我还想把我的女儿引荐给你们谢总。不好意思，我们谢总现在有上亿的合作需要商谈，白天你们稍等片刻。哎，好的好的，没问题。
小多，你之前不是告诉我你是这里的高层吗？前台怎么会不认识你呢？妈，我已经辞职了。辞职？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呀？你们别急，我在星辰还有些人脉，我让他带我们上去。快！林秘书，谢总，我们是来商谈房子置换的事情。有这回事吗？谢总，您今天早上亲自给我打电话，您忘了吗？哦，我想起来了，好像是有这回事，可是我后悔了。狗杂种，你敢戏耍老娘！我来人，放开我！你什么意思？你耍我们？哎呀，这怎么能叫耍你们呢？星辰也没有确定将开发项目的地点就定在许家村呀。况且在正式拍板之前，消息是不可能流露出去的。这不可能！房产公司已经联系过我了，我也打电话确认过了。跟谁确认过了？不说也没关系。林秘书，把带许东一家进来的员工送给我，以贩卖公司机密为由协助他。至于这位先生，一个被星辰开除的问题员工，居然能知道公司内部消息，以窃取公司商业机密为由，一并起诉。是。所以，拆迁是假的？我们到底哪里得罪你了？要这么耍我们？你连得罪了谁都不知道，难怪会落得今天这个下场。你连得罪了谁都不知道，难怪会落得今天这个下场。谢意，都是你算计我的，对不对？你们两个到底什么关系？你看不出来吗？他是我儿子。妈，妈，你不是说好等我一起上来的吗？导师，您为什么会在这儿？别叫我导师，你已经被实验室除名了。凭什么？学术造假，外加行贿。就算实验室不是我开的，但就凭这，我开除你任何人都不会有异议。谢徐、谢晨、谢言，都是你儿子。所以，你早就是豪门，一直在看我的笑话。我早就告诉过你，许家的家产我根本看不上，我只想要一个真相。但是你千不该万不该，不该虐待养你这么多年的父母，我要让你一无所有。妈，我最近总感觉你外婆不怎么认人了，医生还是建议让你外婆赶紧回到熟悉的地方生活。大哥那边还没有消息吗？徐美玲一家为了能多拿些拆迁款，现在已经掏空家底，都用来买空房了。如果我现在找人和他谈买房的话，他应该会同意。快点，快点，徐东，开门，快点！
还钱！妈妈，我们实验室出名了，老宅也不拆迁了，就连咱们家的存款都拿去买村里的空房子了。现在外面都是催债的，我们什么都没有了。小梦知道咱家破产后，也要跟我悔婚，之前给的一部分彩礼也收不回来了。慌什么？去隔壁把你张叔找过来。行，既然你不给我还，我也不会让你好。老大，你怎么才回来呀？快过来吃早饭了。哎，真是造孽呀！怪不得有成这孩子不跟他过。徐美林的丈夫不是张大柱吗？孩子，不怕你笑话。张大柱是徐美玲的相好，徐有成才是她名义上的丈夫。那徐有成现在怎么了？哎，说来也怪，徐美玲跟张大柱的事情在村里那不是秘密，有成这孩子老实，也都忍下来了。偏偏在你外公去世的前一天晚上，跑了。老大，你怎么了？妈，如果我说外公可能是被人害死的，怎么了？这怎么还摔了？妈，你没受伤吗？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在徐家村走访调查的时候，无意间听别人提起徐美林的丈夫徐有成在外公去世前的一晚上慌慌张张逃跑了。他肯定是发现了什么，所以才在忍了这么久的绿帽之后决定逃跑的。妈，我已经查到了他的位置，我现在就去。查，给我查，我跟你一起过去。妈，外公还需要照顾，放心，我一定会查明真相，替外公报仇的。徐美玲，你这个贱人，我要让你们一家不得好死！小叶，妈，我先扶你去休息。大哥，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开口。照顾好妈。好。妈，你放心，我们一定会给外公报仇的。老二，刚刚老大悄悄拿给你的，就是你外公外婆被虐待的证据吧？这个你放好，里面还是别让妈看到了，以免她伤心。拿给我看看吧，我挺得住。这许家呀，成分挺复杂的。他们老两口对徐美玲多宠爱呀，可没想到徐美玲长大以后，她就是个白眼狼，赚不到钱就每天在家里蹲着，还让自己爸妈给他交生活费和租金，说房子是他的。本来他妈还是好的，自从他爸去世，他妈就得了疯病。那天老人身上露出来的伤疤，青的、紫的，简直不是人。这么多年，你外公外婆受了多少的苦？徐玲，你这个毒妇，我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哥，妈睡了吗？刚睡着。
我找人调查了徐美玲的社会关系，发现这个张大柱并不简单。这个人私设赌场，背地里还涉及到人口买卖。细查下去，发现他和当年李红花接触的那个王哥是一伙的。看来这个人极度危险了。徐美玲被我们逼到这个地步，很难确保她不会狗急跳墙。这2天你先别去实验室了，咱们2个轮流守到妈和外婆身边。好。妈，吃点东西先垫垫吧。妈，妈，妈，怎么了？妈不见了，不见了。妈不能坐以待毙，妈也相信你们是我最坚强的后盾。哥，你快来看！操！我就知道徐家没一个安分，这事得赶紧告诉大哥。等等，大哥有他自己事情要做，别让他分心。我们2个去找妈。好。贱人，还不是落在我的手里了吗？徐美玲，我爸是不是你蓄意谋杀的？是我又怎么样？你怎么能这么狠毒？我狠毒，都是他逼我的。老东西竟然想把遗产留给你，凭什么？就因为我不是亲生的吗？这么多年陪在他身边的人，明明是我。你装什么？在爸妈没找回来我之前，你是怎么对他们的？还用得着我说吗？那又怎样？我是他们的孩子，他们为我无私奉献，难道不应该吗？况且谁知道他们对我的好是不是有目的？不就是想等他们老了，让我给他们养老吗？他跟你说那么多干什么？你敢耍我，我很不高兴。先让我打100遍解解气。妈，小妍，妈，大哥，你这么快就回来了？妈和你二哥呢？妈去见徐美玲了。二哥说让我先把外婆带在身边，他先带人过去了。你说什么？这位是？外婆啊，没事儿，别怕啊。哎，外婆这是怎么回事？我想，那天晚上外婆看到了和徐有成一样的画面，只不过徐美玲发现了外婆，没有发现她。我对不起老太太，是我那天太害怕了。徐美玲那个女人眼里只有钱，我亲眼看到她害死爸。我害怕
被他知道我看到这些，他也会弄死我。所以，外婆是看到了徐美玲迫害外公的画面，受到刺激才疯掉的。说，你到底都看到什么了？想知道我是怎么神不知鬼不觉的解决掉了那个老东西吗？其实他可以不用那么早死的，可是我竟然发现他偷偷的联系你，还私下写了遗嘱，说是把他和那死老太婆的遗产都留给你。我好言相劝，老东西油盐不进，竟然说他就是把钱捐了，也不留给我。我一气之下，你这个畜生！我就拔了他的氧气管，就枕头，就抹在他的脸上。徐美玲，你不能好死！不能好死的人是你才对。你三个儿子明明那么有出息，你为什么要回来呢？你要是不回来，老东西他就不会有念想，只会乖乖的把钱留给我们。是你害死了他！没事，没事了，外婆。难怪外婆这么害怕枕头，原来是因为这样。行了，许先生，你留下照顾我外婆，走，跟我一起去救妈。外婆，我先走了啊，快！魏政委已经找到了，大哥，赶紧过来。你这么有恃无恐，难道是因为他吗？你是说大柱啊？对呀，你不知道吧？他是开赌场的，有门路，让你死实在是太便宜你了。所以我决定像小时候一样，让他把你卖到偏远的地方。我就不信这次你还能跑回来。小时候被李红花卖到赌场，也是你指使的，是吗？你怎么知道的？当然是李红花告诉我。该死！我说明明让他把你和死老太婆扔进河里处理掉，你们怎么会还活着的？不过这都不重要，你们连证据也没有，只要我不承认，没人能定我的罪。凭什么？你出生比我好，连生的孩子都比我生的有出息。你要干什么？你要是敢动我，我儿子不会放过你的。我不动你，他们就会放过我吗？许家的家产没有拿到，我的家里也没了，我现在一无所有。他们毁了我最在乎的东西，我又要毁掉他们最在乎的东西。怎么，现在知道害怕了？你的三个儿子就算是再有出息，也救不了你。我现在就挑断你的脚筋，再把你卖到山沟里去。我看你这次还能不能再爬回来。住手！上！
贱人，贱人！妈，你没事吧？妈，你要不要紧？妈，你怎么能一个人来？万一真的出事怎么办？没事，妈就是受了点皮外伤。况且，妈知道你们一定会及时赶过来的。把他们送到警察局。把我送到警察局，又能怎么样呢？我只是约你来家里谈心，你们没有证据，定我的罪。谁说我没有证据？谁说我没有证据？你亲口承认的所有罪证都在这里。你敢阴我？我们还找到了你的丈夫徐有成，你谋害外公的时候，他就在这，并且目睹全过程。啊，还有，你在门口的一双儿女已经被我们控制住，送进监狱。跟你的老相好和你的一双儿女，在牢里团聚吧！贱人，贱人，你不能死！妈，外婆，妈，房子已经重新装修好了，我们现在就可以搬进去住。好，妈，走吧。轻轻飘落在你的脚边，那是我们一生中最美丽的遇见。我一直在人潮人海中寻找你熟悉的脸，用尽力气努力奔跑，就像再看你一眼。你终于回家了，妈妈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桂花糖糕。在悬崖凋谢绽放，是爱让我勇敢。我是你最亲爱的小孩，陪你看满天星海。你给我一颗种子，让我许愿你会回来。